你们一直挑战我的极限，我就不想看下面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挑战我现在怎么做？然后会帮你放松哦，你要脚。我要拉这条吗？对，可以。如果我一定要拉一条的话，我才真走。很累。分多金。近年来，这项只能在大自然树林间进行的攀树运动越来越夯了，但怎么攀、怎么爬都是一门学问。现在就带你来体验。我会抓住你，我们要出去喽！等一下！就算要爬高也不会怕，因为攀树运动好上手，想攀多高都能自己决定。但要体验前，环境介绍、安全认知可都不能少。介绍一下，我姓许，言无许，然后我的名字叫任涵。今天我们是在森林里面嘛，那如果我们平常时比较靠近，比如说人为的建筑物的地方，就要小心你的树会不会有电线电缆的通过。在攀树啊，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个徒手攀爬，我们是利用绳索的技术，然后把绳子挂到树上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听到这里，或许你也疑惑，攀树虽然不是直接爬在树上，但难道不会对大树造成伤害吗？所以我们在爬的时候会在我们的绳子上面加装一个树木保护器，在我拉上去的时候啊，它会停留在树杈的那个位置，所以我绳子在摩擦的时候就会直接摩擦这个树木保护器，不会摩擦到树皮。不用担心会伤害树木，穿上装备后就能来试试看。用脚的力量踩进全形克氏节，再把上方的布雷克节往上一推，身体就能向上推升。来回几次，高度终于来到7米多。很累，因为全身要用力，就是你会用到真的全身的肌肉。对，平常没有在用的地方要把它唤醒，这样。脚底腾空，忍不住惊叹起来。实力点对了，上升速度也会变快。就由体验者一马当先，率先到树间的吊床，享受自然美景。这么好玩有趣的攀树运动，不仅能锻炼身体，还能疗愈身心。但你知道吗？这项运动技能居然是对生态保育有很大的贡献。着装完毕，拿起小型刀具，许嫩教练双脚一蹬，立马上树。这可不是在玩，是要剪去老树枯枝，让养分被有效吸收外，也避免枯枝因风灾断裂而有撕裂伤。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其实树一直在晃啊，只是它什么时候会晃断，我们不知道。就是你要顺着它的外围，比如说我要切这个地方，但是我不能直接切在线上面，因为切在线上面就会伤害到它本身的愈合细胞。犹如树的外科医生，在伤口做适当处理。除此之外，也能代替工程车解决棘手难题。像我们之前在台北市的一间国中，就有看到大概有4层楼高的树木，然后它已经枯死了，因为它在中廊里面，吊车也进不来。我们透过人工的方式爬上去，因为它毕竟在口字形里面啊，整颗如果放倒是真的会打到东西，所以我们就上去把它切小段，然后一段一段放下来。但台湾不断开发山林，导致台湾有水土失衡的状况。要怎么预防？就要多种植能够紧抓土地的树木，像是台湾原生的扁柏及块木等等，能够抵御山崩、净化空气，有利台湾自然环境永续发展。但是高山的树木动辄30到40公尺高，而且种子不易自然散播，要怎么在不破坏环境的状况下来采种，就有赖攀树师了。之前的采种老技师们可能会变成是打么字钉。但因为打么字钉它是一个侵入性的伤害，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伤口一直存在着，病菌可能就会从这个地方入侵，这样是其实对树是不好的。再来就是它打钉子上去之后，其实它能到的地方还是有限，所以它只能进到它的能力范围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再去把那个枝条做比较就是残忍一点，就是把它放下来，让地面工作人员采收这样子。但因为我们现在有攀树技术之后，我们人攀爬上去，然后尽可能的到达树顶、树梢。就是我们之前去谈那个台湾山啊，它的雌花是在末梢、树顶、树冠的1/3处，然后它的雄株可能在2/3这个地方。那个风吹上来之后，把雄花的花粉吹上去，然后它在上面1/3处做授粉结球果。透过攀树
刚好爬到最顶，然后我们就做破坏最小的，我们就踩它球果下面的枝芽，然后把它采收下来，伤害是最小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做到保育。靠着保育这一份初衷，许嫩教练对每次任务尽心尽力，加上攀树除了是技能，也是滤镜运动。徜徉在树间，还能观察在平地无法看见的树冠层生态，不仅疗愈身心，更富含教育意义。然后我后面这一棵树很特别，它是菲律宾榕树的榕，然后它的叶子呢，就是有一种粗粗的感觉，触感很粗的。上面呢有这个黄色小小一粒一粒的，这是它的果实，然后也是鸟的食物。对树木上的动植物如数家珍，因为树间就是最天然的自然教科书，树上与众不同的视野，也带给教练与人们诸多反思。因为其实从课程一开始，在介绍树跟树周围的环境观察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跟平常非常的不一样了。其实平常不会去注意树哪边生病，这枝的树干有多少的公分的直径，那它够不够支撑你，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一些比较像破皮的地方这样子。我好像松太多了。你看像这边就有那个平常看不到的受伤，你被挡住了。哦，这块。对，那你这样从下面看就是完全健康。哦。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在上面看到那个鸟巢，我从下面往上看，想说奇怪怎么有发亮？是乌鸦这藏东西吗？这个巢怎么发亮了？然后我往上看，发现就是它的那个巢本来都是树枝嘛，树枝或者是树叶叠成的，然后变成是我看到有那个吸管的塑胶袋。那其实这就反映到，其实不是只有海龟，在现在陆地上的生物栖地上受到蛮大的影响了。其实回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生长的地方，在台湾千年大树其实是很多的。那要想几千年以前，它也是小树，就跟你现在看到周边看到的小树是差不多的。可是你给它时间长大，它也是有机会，甚至是它会超过你的寿命。就是那种我只是它生命中的一个小过客，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在它这么长的寿命里面，就是破坏它的生长的环境？那甚至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就是你小时候可能你身边家里有一棵树，然后你长大之后这个树跟你一起长大，你把你的小孩带过来说，以前爸爸妈妈的家旁边就有这一棵树，我有爬过这一棵树，然后这棵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会有一种生命的传承。那他要爬那个前提是不是这棵树要是健康的？在树间发现攀树的美好，疗愈之余更理解保育爱树的理念。如今只盼更多人推广攀树运动，让人与树的共存关系越来越好。